欢迎来到红队笔记把机精讲，学渗透的终极是红队，要学红队就要对自己狠一点。来吧，新的把机登录卡里。这是一台 Hexbox 的 Windows 把机，叫 Rebound 蓝版，2023年9月发布 ，Insane 级别，就是疯狂难度。我们尽可能加强细节，即使这样，初次接触预渗透的红队成员依然会感受到巨大的难度。靶场导学服务包会员有高价值黑丝文档和必要的辅助资料。我已经在 Hexbox 的把机管理界面启动了这台把机，连接靶场 VPN sudo Open VPN 指定连接文件，我连接的是 Hexbox 的欧洲区实例 TCP 协议的链接，同时我也启用了相同位置的加速代理服务器，在把机管理界面获得 IP 地址，ping一下看网速，-C 发送5个数据包，给定 IP 地址。延迟不算很低，但稳定，没有丢包。其实从国内连接走 Hexbox 的新加坡区实例速度是更快的，但是经过测试，这2天发现这个节点不是特别稳定，所以用的欧洲区实例。在第2个窗口开始渗透测试，先建立一个文件夹，用于存储 Nmap 的扫描结果，叫 Nmap Scan sudo Nmap-st 指定以稳定的 TCP 协议进行扫描。基于刚才看到的网络速度，我用-min_rate 指定最低以1000的速率进行扫描，平衡速度和准确性。-p- 指定扫描全部端口，给定 IP 地址。结果全格式输出，保存在 Nmap Scan 文件夹下 POTS 文件中。这个命令主要是识别目标机器上开通的服务，也就是识别端口号。稍作等待，看到日志输出提示有10次重传但未收到响应的情况，这样可能需要我们进行多次扫描，以便确认扫描数据的准确性。其实也就是因为存在 NAT 隧道等情况，所以我们用的强制 TCP 协议进行扫描。稍作等待，看结果。可以按回车看执行进度，现在完成 86.45%， 应该很快完成。好的，扫描结束。放大这个面板，看到有这些端口是开放的，大体上记忆，然后执行2次扫描。端口识别是最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扫描，因为它是后续几个扫描的基础，尽可能追求准确。当然在比赛时可以考虑结合其他信息收集，确认端口的开放情况，这样减少直接扫描的侵入程度。看一下完成了多少，43%。稍作等待，依然出现了10次重传的情况。无论如何，等它扫描完成，对比2次的结果，如果差别不大，基本可以认定这个结果。如果差别大，那还需要再次扫描，或者是调整扫描技术，和第1次基本相同。那这样我们可以对这些端口进行详细信息扫描。因为开放的端口比较多，我们做一下自动化处理，用 grep 进行提取，搜索这其中的关键字，看到有 open 的提取出来就可以 open， 然后读取刚才通过-OA 持久化的数据 Nmap Scan POTS，用 Nmap 格式，先看一下有多少端口是开放的 word count-L 按行计算，开放了26个端口，用 AWK 以斜杠做区分进行提取，提取第1列，没问题，就是这些，然后合并成一行，用 paste-SD 指定以逗号分割，没错，就是这些，然后指定给一个变量，前加 $POTS，回车确认一下 echo， 没问题，这样进行详细信息扫描。sudo nmap-s-t 指定以 TCP 协议进行扫描。-sv 探测各个端口对应服务的版本。-sc 默认的脚本进行扫描。同时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进一步探测，就是-O -P 指定端口，用 $刚才声明的变量 POTS，写完变量名称按 Tab， 它会把这些端口显示出来。直接用变量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会更直观。给定 IP 地址，结果还是全格式输出，保存在 Nmap Scan 下 Detail 文件中，执行扫描。这是 Nmap 扫描中最重的一项，会给我们提示丰富的系统信息，也因此时间会久一些。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进行其他 Nmap 扫描。
sudo nmap-s-u 指定以 UDP 协议进行扫描。一般我们扫描常用的 UDP 端口-top ports 常用的20个，给定 IP 地址，结果全格式输出保存在 nmap scan 下 UDP 文件中执行扫描。在右下方的面板 sudo nmap-script 指定 wow， 这是 nmap 的漏洞脚本扫描目录-p， 看到详细信息扫描已经结束，我们把漏洞脚本扫描的命令写完，让它执行，然后我们看详细信息扫描的结果。先把端口和 IP 地址复制过来，结果全格式输出保存在 nmap scan 文件夹下 wow 文件中，也执行扫描。看详细信息扫描的结果。53运行的是一个 DNS 服务，88是 Windows Kerberos 服务。只要看到 Kerberos 这个服务的88端口，只要你有一点 Windows 预渗透的经验，就会想到去找其他的可能的端口，比如389 LDAP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的端口，对应的它的 TLS 端口是636，还有3268、3269 LDAP 的全局编录端口，更有5985是 WinRM 的端口。这种端口组合是典型的域控呈现出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特征表明目标机器是一台 Windows 域控制器，也能看到里边暴露出的域名，比如这里 rebound.htb， 还有这里 DC 域控制器 dc01.rebound.htb， 这两个是域名。然后445、139、135是 SMB、RPC 等相关的服务端口。47开始是高范围动态端口，大多数是一些 RPC 服务，这也符合域控制器的服务状态。按它判断，操作系统很可能是 Windows Server 2019，也有可能是 Windows 10，因为是一台域控制器，我们觉得更可能的是 Windows Server 2019，可能性是更大的。刚才也指定了-SC，就是 nmap 的默认脚本扫描，看到这里也有一些脚本扫描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提示叫 Clock Skew， 时钟偏差有1小时55分。对于 nmap 的扫描结果，时钟偏差应该没有影响，但是既然这里扫描出了这个状态，也可以做一下时钟同步，然后再行扫描，其实结果应该一样，没有影响。在红队视角中，时间偏差问题常常成为预渗透或横向移动的隐形障碍，尤其是我们利用 Kerberos 票据或者是 NTLM 的身份验证这些依赖时间戳的协议的时候，一旦目标机器和我们的攻击环境，现在就是Kali，时钟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导致凭据验证失败，或者引发异常日志。因为 Windows 默认对于 Kerberos 这种认证请求有一个很微小的时间偏差容忍范围，通常在5分钟左右。如果超出这个范围，那域控制器会直接拒绝票据，这样首先会导致我们的攻击命令执行不成功。其实还有更主要的，它会让系统留下日志，甚至报告到管理员那里。所以只要看到时间不同步的情况，你都要先处理，甚至只要你做的是一些 Kerberos 认证，在这之前都要先想到做时间同步。执行一下 sudo nettime protocol date， 给定 IP 地址 10.129.229.114， 执行。看到有屏幕日志，这一部分是当前Kali的本地时间和日期，这里是Kali的时区偏移。这个 Clock Skew 它指的是时间误差，不是时区问题。所以你的Kali机器和目标机器之间有时区的差别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里就是误差范围，它指的是Kali比目标机器，就是我们的靶机要慢了这么多秒，它单位是秒，这是6992秒，1小时是3600秒，那接近2个小时的误差，就是慢了接近2个小时。这里应该是这个计时的误差值。这里是目标服务器，就是我们的靶机。S1 表示时间服务器的层级，第一层，这里不涉及闰秒的调整，而第二行就是时间同步的具体调整，接近7000秒的调整，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再次执行这个详细信息扫描的时候，这里就不应该是1小时55分了，对，6992秒应该就是1小时55分左右这个情况。除了 NTP date 时间同步，还可以用另一个命令 sudo nettime set-S source 源头，然后指定 IP 地址 10.129.229.114，
229.114，这个也是可以执行时间同步的，但是它没有任何返回消息，用这2个命令都可以，但其实也是有一些差别的。这个 netTimeSet 实际上是 net 命令中的时间调整命令，然后子命令是设置时间，以 source 源头以这个为源头，这个命令走的是 SMB， 就是445或者是139、135的端口和协议，而 NTP-Date 它是走的 NTP 协议，就是 NetTime Protocol。NTP-Date 是走的123的端口 UDP 协议。从红队视角来说， SMB 的访问修改时间也会留下系统日志，而 NTP-Date 不会留下日志，或者说很少有管理员会关注到这个端口的异常流量。从隐蔽性角度，用 NTP-Date 会更好，但也要看123端口是不是开放。刚才我们也进行了 UDP 的扫描，好像已经执行完成了，看一下，这里没问题， UDP 123是开放的，看到它的 service 类型就是 NTP NetTime Protocol， 看到53端口是开放的，这是 DNS 经常会走 UDP 协议，所以作为一个预控制器，而且我们也看到详细信息扫描的时候有一个 DNS 服务是开放端口的，然后137、138是 open 或者是被过滤的状态，看到服务器是有一定的防御基础设施的，4500也是一个存疑的状态。因为刚才看到详细信息扫描的时候，判断目标机器很可能是一个预控制器，甚至不用说很可能，就能判断是一个预控制器。那这些 UDP 的开放很正常，这个结果多次扫描可能会有差别，这是 UDP 协议的天然属性。当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具体去验证。结果我们已经保存，先清屏。刚刚在详细信息扫描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域名，把它们解析到 hosts 文件中，便于后续使用。用 sudo sed-i in place 原地编辑，然后在第一行之前 insert 插入 IP 地址2个域名 dc01.rebound.htb， 还有一个域名是 rebound.htb， 写入 etc hosts 中，验证一下，读取 hosts 数据库中 rebound.htb 的记录，没问题。这里你不用 sed， 用 iCal 追加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台机器的 hosts 文件中有其他配置，所以我想把这条记录放在最先，所以我就 sed 进去了。漏洞脚本扫描已经结束，看一下。其实判定这台机器是一台预控制器，那漏洞脚本是否扫描其实意义不大。看这个结果，这里没有信息，靶场环境中拒绝服务攻击我们并不使用，这里就是正常的一台预控开放的服务，也没有更详细的信息。SMB 是漏洞脚本重点看的，但是也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SMB 倒有必要看一下是否有共享的内容，好吧，看一下，因为几项扫描的结果我们也已经看完了，正常也应该关注一下共享中的内容了。刚才咱们说时钟同步之后再次调整，那我们再次执行 Nmap 的详细信息扫描，时间同步完成，然后执行扫描，等待它扫描完成吧。这样每一步我们稳扎稳打。看到刚才详细信息扫描的结果并没有暴露任何 Web 服务，所以从信息收集角度我们没法获得一些用户名之类的内容。那最先能看的应该就是刚才说的 SMB， 看它是否有暴露出共享。当然 RPC 服务也有一些枚举途径，等待时间同步之后 Nmap 的再次扫描结果。好的，2次扫描完成。看到这里 Clock Skew 只有9秒的偏差，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那其他的扫描结果和刚才是一样的，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9 95% 的可能。好的，刚才说到 SMB， 那现在就看一下上边的信息都有保存，清屏 sudo netexec smb rebound.htb， 刚刚已经做了 hosts 解析-shares， 看一下是否支持匿名访问，是否有共享。SMB 启用了签名，版本也不是 SMB v1， 但是这里提示列表超出索引范围，用户状态绘画删除，不允许枚举，那应该是没有什么信息。其实也有必要看一下是否支持 guest 用户吧。-u guest-p， 因为纯匿名访问就像现在这样，和 guest 用户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执行也可能是一样，看结果吧。的确，这台机器做了很精细的设置。guest 用户看扫描完是可以
有一些共享能够访问的并且有一些是可读的。看到 RPC 是可读的 ，Shared 这是一个单独的共享文件夹，因为 sysvolue 和 netlogon当然这两个是没有权限的，这都是系统的，但是 Shared 是一个自定义的，值得看一下，也可能以 guest 用户的身份能够读取。这里其实 guest 应该是支持任何用户的 Red Team。如果你用 Windows 的共享有一些经验，应该能知道不存在的用户也可以映射成 guest 的权限，因为看这里是很像的。没错，就是任何一个哪怕系统不存在的用户，它都会映射成 guest。但是如果你不指定任何用户，纯匿名用户，它是不允许访问的，会有这两条报错。那看一下 Shared， 其实 RPC 也有价值，因为它是可读的。我们可以用它做一些枚举，先看 Shared， 然后再看 RPC 是否能泄露一些信息。随便找一个客户端的访问工具，用 InPacket 里边的吧 ，SMB Client Rebound， 随便写用户名 Red Team Notes， 按照 InPacket 系列工具的命令写法，这里用 IP 地址 10.129.229.114， 然后因为没有密码，好像有一个命令能够把密码规避掉。我看一下，对，这里 no pass， 它不再找我要密码了。访问一下，好的，进来了。它提示我说用 help 看可用的命令，这就是一个 SMB 的客户端。这里 use 指定 share 名能够连接到特定的共享 use shared， 然后 ls 空的，没有任何内容，退出。那刚刚看到 RPC 也是可读的。再执行一下看，我不滚动屏幕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任何信息，所以可读也要尝试着进行一下枚举。这个 RPC 它可以枚举什么？可以枚举 RID， 实际上就是用户，可以搜一下 domain user， 然后 RID， 这里安全标识符应该有中文的界面 ZH-CN， 没错，就是安全标识符。安全标识符是 SID。S 是 security， 然后我们说的 RID 是 SID 的最后一位，可以看一下下边的介绍。这在 Windows 体系下，或者说你有一点预渗透的经验，都会知道用户名、计算机或者组都有对应的 SID。那么不同的计算机、不同的用户，就是通过 RID 体现出来的。这里 Relative Identifier 就是相对的识别符，它后边应该有对，这里 SID 它是类似这样的多段数据，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SID。那每一段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包括是否是管理员以及是否是相同的域，而 RID 就是这里这个的不同就代表着不同的用户、不同的计算机和不同的组。那刚才 IPC 能够读，那我们就想到能否通过这个路径，就是这里通过 IPC dollar 这个共享的读权限，能否枚举出来有哪些用户？你可能会想，既然 IPC dollar 这里是可读的，而且它是通过 RPC 协议对外提供服务的，那我能不能通过 RPC client 之类的东西直接上去读？你可以去尝试，比如 RPC client 应该是 RPC client -u 用空的，然后 10.129.229.114 直接去连接空密码。看到有命令行提示符，比如枚举用户 enum enumerating 就是枚举的意思，然后 dom 就是 domain 域用户 users， 用这个命令去枚举 RPC 中能够读取的用户列表。它提示是访问拒绝。RPC Client 它要求的权限是更高的，像我们以完全匿名的方式去访问，多数是访问不到的。现代的 Windows 服务器系统不会有这么大的漏洞，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尝试利用更小权限就可以完成枚举的 RID 枚举，就是 SID 的最后那段进行枚举，尝试能知道系统有哪些用户。操作一下sudo InPacket 用 lookup SID 这个 InPacket 中的工具，然后随便指定用户名，还用 Red Team Notes， 其实你用 guest 效果是一样的。Rebound 没有密码，还用-no pass 应该就可以。InPacket 下边的这组工具，很多命令的写法和相同功能的命令表达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尝试着这么去做。当然，如果具体的这个 lookup SID 不支持这个 no pass， 那你再用-help 随时去看和调整。
执行。还真是不支持是吗？刚刚 help， 哦，我多了一个横杠。看它能否枚举出来，好像是可以的，因为看到可以的，因为看到 IPC 是可读的。其实我们用 lookup SID 这个需要很小的权限就能完成的枚举就值得尝试。3382枚举到这里，看到一些用户名已经出来了，包括作为一个预控制器经常会有的一些安全组也在里边。但是3382是到此为止吗？这里需要这样一个经验。刚刚 help 看这里的帮助，这里 max RID 就是最大的 RID 计数，默认的是4000，这块是3382，其实离得挺近的了。会不会有一些比4000大的？那按照默认它没有显示出来，所以有必要调整一下这个参数，改成4万。它是直接接这个参数的，这个数我随便改的，有点任性。如果发现有接近4万的，那我再往上调，也可能过大了。也有可能默认4000就足够了，看结果应该就是3382，没有其他的了。等一下吧，看扫描完成。哦，还是有的哦，又多了6、7个这样的新用户，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到4万应该会需要一段时间。其实这里在比赛的时候最好用 guest， 避免留下一些关键字的特征。现在演示目的我们用的 write team notes， 是死掉了吗？再等一等，要是按照已经暴露出来的 RID 的序号，那这个时候显示7687，而我们用的4万，可能枚举还需要一段时间。应该是枚举结束。这些用户是有 SID 的，把这些用户提取出来，结果先保存到文件中吧，这样便于处理。vim SID 加一 s， 保存。写一下提取用户的命令 cat SID。grep 其中有 SID type user 用户类型的，这会把 group 或者是 alias 这些剔除掉。这里还有机器账号或者是服务账号，一并处理吧。grep-v 反向-e 扩展，带 $ 的要加一个转译符，避免被扩展解释。好的，这些全是用户类型的。进一步 awk 用反斜杠做分割符，打印第2列，进一步再去提取 awk-f 左括号做分割符，打印第1列，然后将结果保存 users。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系统中存在的用户名。你可能已经猜到，预渗透时当拿到系统中的用户名的时候，就要看有没有一些用户被设置成不需要预身份验证的属性，就是 srep roasting 的过程。非常经典的预渗透攻击方式，每次都值得尝试。它的原理就是正常客户端在请求票据的时候，需要通过加密时间戳向 KDC 就是密钥分发中心预控的一个角色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用户的属性被设置成不需要进行预身份认证，那就可以直接向预控 KDC 请求这个账号的加密凭据， KDC 会返回使用密码的哈希加密票据，然后我们尝试着去破解。这里的破解就是 roasting 这个过程，烘烤票。当然不是一定能破解，但是只要你有一组用户，那么一定是值得尝试的。提取出来的用户已经保存在 users 文件中，尝试一下 sudo implicate get np users， 然后指定 users 文件 user file users 刚才生成的包含用户名的文件。-help 看着帮助去写这条命令，指定 request 是请求 tgt-format 指定请求返回的格式 hashcat 或者 join 都可以。这里我们用 hashcat 指定 DCIP 吧 10.129.229.114。其实不指定，通过 target 一般也是可以确定的，因为 hosts 中我们指定了 IP 地址和域名的映射 rebound HTTP， 后边要写斜杠用户名，但是用户名我们通过 user file 给到了，所以满足格式就可以了，一个斜杠，然后执行。这条命令就是获得不需要预验证的 users。 np 是 no pre authentication， n 是 no， p 是 pre 就是预先 pre authentication 不需要预验证的用户，这样会返回这些用户。因为用了杠 request， 它也会返回相应用户的哈希，当然是在
在有这种用户的情况下才会返回。这些用户就是 users 文件中刚刚我们提取到的那些用户，他逐一去尝试。如果所有的用户都需要预身份验证，就是这里的 P pre authentication 没有 N 就是没有 No 这个选项，那就没有什么返回，好吧？当然我们期待它有返回的，也不是说有返回的你就一定能利用到什么程度，因为你还需要 roasting， 就是需要烘烤这个OAS roasting 基本上你就可以理解成一种破解，只是这种攻击形式在这里它就叫 roasting， 整个这个形式叫 ASREP roasting， 就是认证服务 AS 是 Authentication Service， 这个 REP 是 Reply 认证服务响应的破解。原理和我们的命令组成就是这样的，执行一下。提示不识别的参数少一个 S。Users file 的确，因为指定用户文件的时候一定是多个用户，如果是单个用户的话，那我直接写在这个斜杠的后面就行，所以需要加 S。这个工具的参数命名还是非常严谨的。再次执行，看一下。有一个报错，这里返回一个用户的哈希，这块是一个 getNPUser 这个工具的库过时的一个提示 deprecated 已经被放弃了，但是对结果没有影响。这里是 users 文件中的用户逐一尝试的结果，因为这些用户都没有不需要预验证的设置，所以没有返回有价值的信息。那这里 JJones 返回了 KRB5 ASREP 格式的哈希，那这个就可以拿去破解了。破解的过程就是 roasting 的过程。 ASREP roasting 是比较经典的预攻击手段，很多工具都可以辅助实现这种攻击。刚才我们用的是 Inpacket 里边的 getNPUsers 这个工具是 Python 写的。常用的工具中还有像 sudo netexec 也可以尝试完成这种攻击。LDAP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然后连接 rebound.htb-u， 我们用 users 这个文件里边的用户名-p 都没有密码，用空的。然后-help 去看着帮助去撰写其他内容。这里取回远程 DC 的哈希 ASREP roast， 将结果保存在一个文件里吧。ASREP user 也许不是一个用户，我们用 users， 这样应该同样可以完成刚才的哈希获取。刚刚 Inpacket getNPUser 也有类似的报错，但是并不影响，因为不同的用户不需要预验证的标志位设置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看到 JJones 同样返回了一个 KRB5 ASREP 的哈希，看一下这个文件名里应该就保存了这个结果。没错，那这个就可以拿去破解的。Hashcat 刚刚 help grep 忽略大小写，用 ASREP 没有，那就用 KRB。23这个和这里显然我们是 ASREP， 因为按这里的关键字-m 需要指定18200 hashcat 清屏撰写-m 18200，前边加 sudo 吧。哈希给到它，只有一个哈希，这样给也是可以的。字典用 rocku share wordlists rocku， 看到这台机器的 rocku 还没有解压缩，在另一个路径完成解压缩的动作。sudo gunzip usr share wordlists rocku 用-k 保持原本的压缩包不被删除。好的，这样再回来重新指定。好的，这样就可以了。执行破解初始化的过程，等待初始化完成，我们能够看到破解状态，也会看到 Hashcat 基于我当前机器的软硬件环境它判断的破解时长，一般也会给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当然如果短时间就能破解完，那都无所谓。这里不是必然能够破解，你需要用到各种破解参数进行调优，尽可能破解。也没有人说是靶机你就一定能破解，或者说多快就能破解，这都是不一定的。稍等，等待它初始化完成，我们看怎么调整破解的参数。给出我一些破解的优化参数，这个时间的估计是很不准的，因为它提示是10秒，这是不可能的。直接提示破解失败。那我们要进一步的扩大字典，你可以换用一些超大的字典，但一般来说 rocku 如果默认破解不成功的话，那你首先应该想到用规则去扩展这个字典，比你换一个完全新的字典往往效果要好。用-r 选择 Hashcat 目录下的规则，
share hashcat 里边的规则，然后选你熟悉的或者是你看到别人常用的都可以。因为现在这个破解没有其他信息能够让你做辅助判断的，我用 inside pro passwords pro 这个规则。为了展示完整的破解过程，我禁用 port 文件 port file disable。Port 文件是破解的日志文件，我禁用它之后，那之前的破解记录都会忽略掉。那现在会展示一个完整的破解过程。你知道有 hashcat 的这样一个参数，即使你记不住这个命令的精确写法，你可以随时用刚刚 help 来查看执行。这是字典文件，然后密码通过规则映射出的密钥空间有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那它也提示了一些优化的方式，可以先用 S， 就按这里提示状态，它提示要11个小时，而这块有一些优化的状态，你可以试着去启用，然后再看估算的破解时间，结束掉，用大 O 还有-W3，我看这样的组合能否提高破解效率。hashcat 再次初始化破解过程，稍作等待。 S 看状态，提示8小时16分钟，依然是很漫长的一个时间。 Q 结束掉。刚才还有一个参数是大 S， 也给到它，看一下破解时长是否有变化，1天1小时，那 S 的增加就没有必要了。执行9小时。现在看这个是基于我的软硬件最优的了。哈希或者密码暴力破解这件事儿，不要假定是靶机就一定是短时间内完成，或者说一定能破解。你需要做的就是调整参数，基于你的硬件做优化，然后尽力破解。当然这9小时也不意味着一定会跑满9小时，也有可能1小时2小时它就破解出来了，那这种情况就会比预期的快很多。如果破解不了，那肯定要跑满这个时间的。经过漫长的等待 ，hashcat 耗尽 RockU 字典和用规则扩展的字典，但并没有破解出明文密码。权衡之下，暂时放弃破解，清屏。ASREP roasting 这种方式不成功，当前条件下还有另一种 roasting 的方式可以尝试，就是 curb roasting。如果你有这方面经验，你可能知道 curb roasting 一般需要一个预用户的凭据才能尝试。那当前没有用户凭据，按传统的方式执行 curb roasting 是没法操作的。但现在我们有一个 JJones 不需要预验证的用户，虽然不能破解它的哈希，但是却符合了一种新型的 curb roasting 的方式。在一篇署名为 Charlie Clark 的文章中提到了这种攻击方式，可以打开这篇文章。就是这一篇文章介绍了，在有一个可以 ASREP roasting 的账号，就像刚刚 JJones 这个账号可以做 curb roasting 尝试的可能性。文章中有很多细节，这篇文章我们也进行了精译，附在了黑丝文档里。想详细看的可以看这个原文，也可以看我们翻译的版本。我把其中的关键环节拿出来，我们看这种 curb roasting 的原理。这是这篇文章阐述这种 curb roasting 原理的关键句。他说，研究发现 sname 这个字段通常被设置为 KRB TGT， 用来请求 TGT。然而当将其修改为目标服务的服务主体名 SPN Service Principal Name 的时候，预控制器会直接返回服务票据，而无需经过票据授予服务，就是 TGS。这种行为是因为服务认证请求的请求体未加密的特性，尤其是未启用 Kerberos 加固，就是 Flexible Authentication Secure Tunneling。这种情况下，攻击者可以很容易的拦截、修改以及重放请求。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仅可以使用已知账号发起请求，还可以结合用户枚举生成的用户名列表逐一尝试，对于那些不需要预认证的账号尤为有效。这个就切合了我们当前的环境。我们有一个 JJones 的账号，它有不需要预认证请求的设置。然后他说，因其允许攻击者在无需任何凭据的情况下直接获取服务票据中的加密数据，然后用于离线破解，就是我们说的 roasting。总之就是 sname 这个字段的修改提供了一种新型的 curb roasting， 具有隐蔽性和高效性。也就是说，这篇文章让我们的当前环境值得尝试这种新型的 curb roasting。那我们就尝试一下，用 sudo implicate get user spns， 用-help 边看帮助边书写命令。这种 curb roasting 典型的就是对于不需要预验证的利用，那这个选项要指定。
对应的账号就是 J Jones。接受 Kerberos 的账号用 users file 指定，就是 users 这个文件，然后指定连接目标。主机是写域名吧 ，dc01.rebound.htb， 满足 target 的格式要写 rebound.htb， 给一个斜杠，执行。这是 Kerb 5 TGS 返回的哈希。这里 LDAP Monitor 是我们提取出来的用户名之一，在 users 文件中的。这个用户按命名的表意是 LDAP 监视器监控这样一个角色，很像一个服务账号或者是特定功能的账号。上边是 KRBTGT 的系统维护的，没有必要尝试 roasting， 就是破解。那 LDAP 这个账号至少比 KRBTGT 破解的可能性更大。当然，如果它们都是系统管理的强类型的复杂密码，那就都没有破解的可能。只是这两个比较之下，觉得 LDAP Monitor 可能性大那么一点。复制出这个哈希 hashcat TGS 这样 hashcat 的-m 参数使用13100，尝试破解一下 sudo hashcat-m 13100，然后给定哈希，因为只有一个哈希，不是必须存在文件里，直接给到命令行中也是可以的。字典还用 rocku 禁用历史破解记录。根据刚刚的破解，我们指定-O 参数和-W3 参数，在当前的软硬件环境下，破解效率是更高的。执行一下，看能否破解。刚刚 J Jones 破解不了，所以我们想到现在的新一种类型的 Kerberos， 那看现在能否破解。现在 hashcat 在初始化初始化完成，看一下 S 会显示状态，看破解需要的时间，应该是还没有探测出准确的执行时间。correct 已经破解完成了，这里获得了这个账号是 LDAP Monitor 它的明文密码，这样我们获得了一组凭据，验证一下 sudo netexec 先看 smb LDAP Monitor -p 执行。这是之前我们就探测到的属性，这里是有效的，这没有什么意外，因为我们通过 Kerberos 请求到的都是当前系统中正在使用的凭据。再验证一下其他协议下 WinRM， 因为目标机器是一台预控制器5985，也是开放的。这个报错是 Python 库的版本问题，并不影响结果，但是在 WinRM 协议下账号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不能做5985的登录。LDAP 协议呢也是不可以的，那只有 SMB 可以尝试一下，基于这个协议看能否获得系统的立足点。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报错，他说 LDAP 的 channel 绑定可能被激活了，这样仅支持 Kerberos 认证，可以试一下-K。那有必要尝试一下，既然它提示到了，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在做任何基于 Kerberos 认证的交互的时候，要先做时间同步，以免留下日志或告警。NTP nettimedate 用 IP 地址和域名都是可以的。rebound.htb 好的，再次执行，然后给它-K。我回车的时候误按了一个字母，不影响，看能否认证成功。是可以的。那这样可以用 Kerberos 认证，在 LDAP 协议下进行枚举。稍后我们试一下，当前这个凭据有必要撞一下。为什么？因为 LDAP 看样子像一个服务账号或者是功能性的账号，应该更可能是一个功能性账号。这样实际使用这个账号的人很可能会复用这个密码。还用 netexec 做一下喷洒，账号还是这些账号 sudo netexec， 然后 smb u 用 users -d 指定域 rebound， 然后加一个撞库成功继续撞的参数，这里 continue on success。这样看 users 这些用户还有哪一个用的是 LDAP Monitor 这个功能性账号相同的密码，执行。
有就有，没有我们也要想到，哎，是有的哦。这个还是 LDAP Monitor 哦 ，OOREND Orand 这个账号可能是实际用户账号，那他在使用这个 LDAP Monitor 这个服务账号或者是功能账号的时候，他用了和自己的账号相同的密码，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了2个用户的凭据。这里的思路就是这样的：当你通过 Kerberoasting 获得了一个凭据之后，根据它的用户名特征或者是单纯的状库，都有必要做这种尝试。因为 LDAP Monitor 它的名字太像一个服务账号或者是单独功能的账号了。LDAP 是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Monitor 是监控，那被哪一个人使用，那个人会不会复用它的密码，就是这个思路。刚刚已经看了 LDAP 可以做 SMB 的认证，那再看 Orand 这个账号具备什么样的访问能力，然后一起来尝试 OOREND SMB 应该是可以的。清屏，再看其他的 WinRM， 因为只要有一个用户具备这样的权限，那我们就获得了系统立足点。没有 WinRM 的权限 LDAP 呢？估计还是需要-K 才能够访问，因为这是整个系统的机制。没错，它再次提示让我使用-K 执行。没问题 ，LDAP 可以做系统级的枚举。当然，刚刚看过 SMB 是可以认证的，尝试一下能否获得立足点。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枚举起来就会更方便。当然 ，LDAP 也是可以的，用 inpacket SMB exec rebound 点 HTB OOREND 凭据给到单引号，然后 @rebound 指定 DCIP 吧 ，rebound 执行连接，看能否获得系统立足点。RPC 访问拒绝，没有这个权限。LDAP Monitor 这个用户呢 ，LDAP Monitor 只要有一个能获得系统立足点的，同样的报错都没有这个权限。那这样我们只能通过 LDAP 进一步枚举，看能获得其他什么信息，让我们朝着立足点和系统权限一点一点推进。尝试枚举吧，自动化和手工的方式都有。先尝试手工枚举的方式，有一个工具是 PowerView 的 Python 版本，尝试一下能否使用 PowerView。应该是这一个，它是传统的 PowerShell 版本的替代品。因为当前我们有和系统交互的方式，但不是一个 shell， 不能够直接执行 PowerShell 命令，所以用 Python 版本远程执行。只是基于现在的条件，我们想到这个工具能否成功执行不一定，试试看。复制库的路径，因为当前的 Kali是最新版的 2024.4， 而且是 rolling 更新的。它对于 Python 依赖库的版本做了全新的设计。我们用虚拟环境来执行，这样简化一些依赖的配置。Python 3-M 指定模块是 venv，v 是 virtual，env 是 environment 虚拟环境。然后现在把它命名成 PowerView。env 就是处理 PowerView 这个工具相关依赖的。用 source 进入这个 Python 的虚拟环境。命令行提示符前边有虚拟环境的名称，然后 git clone cd powerview 点 py 执行 install 这个 shell 脚本。报错显示安装脚本，尝试使用 pipe 3在系统范围内安装或者是卸载 PowerView 点 py， 这违反了 Kali Linux 的外部管理环境限制。但其实我们已经处在虚拟环境中了，按理来说不应该报这个错。看一下 install 这个脚本。这里是确认 pipe 3的存在，这里又对包管理器进行验证和选择，这里也是对于不同的包管理器做了一个判断。这块先是卸载了这里有 sudo， 因为只要是 sudo 它就是系统级别的修改，而现在我们在虚拟环境中，所以他说违反了 Kali 的外部管理环境限制。这里是执行 PowerView 的安装，如果失败的话有一个报错，修改一下，复制一个新的吧。install 改成 install revised 点 sh， 用 vim 编辑器打开 revised 这个脚本。因为具体到当前 Kali 的上下文，那有一些判断也完全可以删掉，这些都删掉。这也是对包管理器的判断，因为 Kali 中默认就是 apt。这里是执行之前先卸载，因为我们知道系统中没有之前的安装。sudo 删除，后边的都删除，实际上就是一条语句，完全可以把它拿出来单独执行。再确认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克隆了，实际上这个都是不需要的，没关系，让它执行一次吧。install 选择修改的这个版本执行，看它是否还有报错，按它显示是 TLS 链接问题，再次执行，没做任何修改，再次执行应该是执行成功了，应该很快完成，等待安装程序最后的处理。好的，应该是安装完成了，清屏 Power View 给它执行权限。chmod 加上 X， 然后执行一下看 Power View。刚才的安装程序应该是做了一些环境变量相关的处理，能够在全局范围内执行这个工具。空命令应该可以看帮助，没错，看到有很多参数，但是它终究是 Power View 这个 PowerShell 脚本的 Python 实现，所以很多使用习惯都可以承袭过来。我们只要按照它的语法连接到目标机器，就是我们的靶机，应该就可以尝试连接一下。不要忘记刚才我们用 netexec 测试凭据的时候用的是 Kerberos， 所以还是要想到执行任何基于 Kerberos 的认证交互的时候，避免报错和产生错误日志，先执行时间同步 sudo ntp date 连接目标，然后 Power View 加上 sudo 吧，避免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 rebound.htb 用2个用户连接都可以，或者你可以进去之后再比较。我们用用户的 ID OOREND 给定密码，前面我们通过状库获得的 allRand 的凭据和 LDAP monitor 是相同的 10.129.229.114。刚刚 help 提示 Power View 没有找到，是需要前边指定执行环境吗？还是删除就可以？直接执行，然后就能够看到命令的执行。刚刚给的是刚刚 help 的命令，所以显示的是帮助。这里用-k 指定执行 Kerberos 认证，执行一下，如果有报错的话，我们再调整。进来了，这个是远程执行 Power View 连接成功之后的命令行提示符 ，PV 是 Power View 的首字母缩写，那这里就是 Power View 的命令了，可以用2个 Tab 键获得命令提示，看一下能否获得这个交互。没问题，这样就能够看到你熟悉的 Power View 的各种命令。先看一下这2个用户 get domain user 指定 identity， 这里无论你熟悉还是不熟悉，其实都是 Power View 的内容。想深入研究的话，可以独立出单独一块去研究这个脚本。LDAP monitor 没问题，能看到这个用户的信息。那 OOREND没问题，这样都可以观察到这2个用户的进一步的信息，2个对象的 SID 在这里都能完整的看到。当然，前面我们用 lookup SID 枚举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些信息，可以用 Power View 的对象 ACL 命令看这2个用户的权限。get domain 这是 Power View 很多命令都是以获得 domain 这个关键词来组织命令的。object ACL 然后指定安全标识符 security identifier。看它的权限，其实思路很简单，就是当你获得了一个用户，那就着用户的名称看这个用户的属性，然后根据它的安全标识符去看它的权限，就是这个思路。刚才执行的是这条命令，看到列出的权限是不对的，我们的筛选器应该没有起作用。PowerShell 脚本的参数是大小写不敏感的，但是 Power View 的参数要注意大小写。执行，看到这个值为空的，这个 object SID 没有系统权限。那刚刚我们通过域用户对于 allRand 的观察，能看到对应的 SID， 看它的权限。这里活动目录权限显示是 self， 作为对比，再次执行，没错 LDAP monitor 没有任何权限，而 allRand 这个用户它有 self 的活动目录权限，这个权限的目标是 service management MGMT 是 management 那个单词的缩写，它取了其中的4个字母表示服务管理，这样 allRand 这个对象就能够对 service management 拥有 self 的权限，权限类型是允许访问 ACE 是访问控制项 ，E 是安垂条目，这种权限允许 allRand 的用户修改与自身相关的属性，比如它能够把 allRand 加入到 Service Management 组。通过名称的观察，不难想象 Service Management 会有更高的权限，这似乎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这是我们连接 Power View 之后，枚举用户本身的一些属性就能看到的利用路径。也可以看一下当前域还有哪些权限的组织单元。Power View 也提供了相应的命令 get domain， 这里 OU
这里是服务用户，这就是域控制器了，只有2个。那如果刚才的 Oriand 的权限能够写入 Service Management， 很可能就能获得权限的提升。这里明确的 Oriand 的 Self 权限对着的是 Service Management， 其实也可以查询域控制器的 ACL， 确定这一点。在 LDAP 中，域控制器这个 OU 用这个 DN 来表示 Get Domain Object ACL， 然后指定域控制器的 OU 用 Identity。先执行看有多少条记录，应该会很多，也还好。看一下哪些能和刚才的枚举，或者说和 LDAP Monitor 或者是 Oriand 有一些关联的，滚动着看。这是全部的域控制器这个 OU 的 ACL， 看安全标识符都没法和我们刚刚枚举 Oriand 或者是 LDAP Monitor 关联起来的。这里是 Key Admins Principal Self， 应该不是很多，我们简单看一下，也可以做一些必要的筛选，主要是安全标识符这里。那再看一下另一个OU， 这里 Service Users， 看它有什么访问控制列表项。从上往下看，重点关注安全标识符这里能否和我们获得的2个用户产生什么关联。域管理员这里有 Service Management， 刚刚是 Oriand 的那个用户能够把自身加到 Service Management 这个组里边，而它是属于 Service Users 这个 OU 中的。看还有其他权限吗？这都是兼容早期 Windows 版本的，在安全标识符这个领域没有看到哪些群组可以和我们获得的2个用户产生关联，只有刚才 Service Management。 那再看一下 Service User 这个 OU 对外能够延展出哪些能力。域对象，然后搜索的时候以这个 DN 为 base 为基准。看到这里有 WinRMSVC 这个 SAM 账号名，这里也是 WinRMSVC， 还有 Batch Runner 是批量运行器之类的用户名。那其实我们更关注这个 WinRMSVC， 显然它有 RM Remote Management WinRM， 如果正常的话，它应该能通过5985进行登录。那这样可以构建出一条非常值得尝试的线路，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账号。看它属于哪一个组 ，Domain Group Member 实体，这些关键词的选用都是 PowerView 脚本中设定的。拼写错误。这里表明用户 WinRMSVC 包含于 OU Service Users。那刚才判断 WinRMSVC 这个用户应该能够通过5985实现登录，这就是一条极为有价值的尝试的线路。总结一下，通过刚才的枚举，这样一条攻击链很值得尝试。用户 Oriand 对组 Service Management 有增加自身进组的 Self 权限，而 Service Management 组能够完全控制 Service Users OU， 而这个 OU包含 WinRMSVC 用户，那给他权限就很可能获得5985的登录能力。试一下，不管成不成，现在看是有很大可能的。在用 Self 权限加 Oriand 进组之前，先看一下组成员，这样能对比加组是否成功。Identity是 Service MGMT 这个组的成员，看到有2个 P-Power 和 F-Flock。PowerView 中有加组的命令，看一下 ADD 开头应该是这里。域组成员因为是 add 动词引导的，所以应该是一个增加操作。增加哪一个组？用 Identity 指定 Service MGMT， 参数很可能区分大小写。先执行，如果有报错，我们再调整。加哪一个成员？用 Member OOREND 提示增加成功。再次看 Service Management 组中有几个用户，没加之前是这2个。看到 Oriand 已经是在 Service Management 组里了，原来2个用户，现在3个用户，成功加组。然后因为拥有对 Service User 那个 OU 的完全控制权，所以我们可以给 Oriand 赋予对整个 OU 的全部权限，就是 Generic All。但是这个操作好像 PowerView 中不能够执行。看有 Generic All 权限吗？这个也不是完成这个操作的。这里我们用另一个工具来实现吧。Bloody AD， 这是这个工具的 GitHub 库，他说是一个活动目录权限提升框架。看一下这个工具的帮助，这里有 Wiki 用户向导。放大字号，这些 option 是连接用的，指定目标和认证方式，然后命令在这里增加、查询、删除或者设置。现在我们是想增加权限，看它帮助的细节，这里有索引对，这个增加 Generic All 完全控制的权限，看它怎么操作的。在这儿连接目标相应的凭据，然后这里增加 Generic All， 先让工具就绪。
在这里就可以操作。看系统中有安装这个工具吗？哦，有安装的，空命令应该能看到帮助吧。放大左下角的窗口，杠杠 help， 一层一层的看它的帮助。我们想增加权限，哦，这里就有这个权限。那进一步再看 generic all 杠杠 help， 这里的提示和刚刚在 GitHub 库中看到的很相似。指定目标可以是 SAM 的用户名或者 DN， 还可以是 GUID。书写一下这个命令。加上 sudo， 先要指定连接目标，这里也能看到连接的一些相关的参数的写法。杠杠 host 10.129.229.114， 当然还要指定用户名和密码 end 杠 p， 要指定它对 service user 这个 OU 的权限。在上面这个 Power View 的绘画中翻找到精确的写法，这里直接把引号也带着。放大左下角的面板。Blade AD 这个工具默认 Kali 中就有安装，或者说简单的用 apt install 就可以完成安装。然后连接的目标凭据，再就是你要操作什么。现在是想增加 generic all 的权限，目标是谁？这里 target 指定的。然后 trustee 是让谁加进来，所以后边还要写 OOREND 这个用户 Orand， 这样就等于 Orand 这个用户加到 service management 这个组之后，它就有了对这个 OU 的权限。现在我们想把这个用户的权限再变成 generic all， 就是这个逻辑。执行一下，如果有报错的话，我们再调整。提示他说无效的访问权限，访问权限那应该是这里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边加组的状态，因为已经加进去了，所以看到看来机器的加组状态会掉，看到了吗？刚刚我们加完组之后看到 service management 是有3个用户的，现在只有2个用户了。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加组过程，对，就是这条命令执行，然后再看这个组的成员，没错，现在又是3个了。那我们马上再次执行这个 generic all 的加权命令，执行看是否会报无效的权限那个错误。没有报错，那证明刚刚加组这个操作其实是有时间窗口的，需要快速完成才可以这样操作。那现在 Orand 对于 service OU 有 generic all 的权限，那就可以修改我们最感兴趣的那个用户 WinRM-SVC 的属性。我们最想改的是密码。再通过这里确认一下我们这个权限是否生效 domain object ACL， 然后安全标识符，其实前边有执行这个命令，好像是大小写敏感的 security identifier 这个安全标识符正好在这里 Orand 的安全标识符。看一下，一层一层往上推 ，Orand 自己有 self 的权限，相对于 service management 这个组，然后完全控制 service users， 再往上推到 WinRM-SVC， 这样一层一层的就具有了对于 WinRM-SVC 的操作权限。那现在我们就能够通过还是 Blade AD 吧，去修改 WinRM-SVC 的密码。set 杠杠 help 边看帮助边写，支持密码修改。这里 password 修改的是 WinRM-SVC 的凭据，还有进一步的帮助吗？还是可以直接写密码了？目标，然后新的密码，那就等于可以直接写了。用 Red Team Notes 复杂度高一些 ，O 写成0 T， 然后 E 写成3 S 后边加一个叹号，执行。因为前边有时间窗口，我估计未必能立马执行成功，看一下吧。他说密码不能修改-1那就是说现在密码修改也是有一个时间窗口的。确认一下，这里的组成员还在吗？其实这里已经掉了。那再次把这个过程加组这个过程操作一下，然后再看组成员，这回是3个。那这里也需要 Blade AD 前边的增加 generic all 权限的操作，再次执行这条命令。好的，加权成功。这回再执行密码修改，看是否能操作完成。没问题，现在提示已经修改完成了，那这个凭据应该就可以执行登录了。sudo evo winrm-i 连接主机，我们直接用域名 rebound.htb， 然后 u winrm-svc-p 指定密码，看能否获得系统立足点。没问题，看到命令行提示符已经获得了 PowerShell 的系统 shell，who am I hostname
用户名 WinRM-SVC， 机器是 DC01， 看一下 IP 地址，也是我们的目标 IP 地址，看一下有 flag 吗？上一层目录看 desktop， 一般 user flag 是 user.txt， 看能否读取，没问题。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立足点，并且拿到了 user flag。在继续枚举和提权之前，刚才的操作也有几点想单独说明一下。这里我们用到了 bloody AD， 事实上加组的操作也可以通过这个工具完成。在这里操作，把命令复制过来，然后做修改。add 操作用-help 看具体的帮助。这样的操作很有价值，因为会让你不需要记忆就能把这些工具的使用逻辑熟悉了，在遇到的时候能够准确率很高的书写这些命令。因为我们想加组，这里有一个子命令-help 可以具体再次查看帮助，这里先写组，再写想加入的组成员 service mgmt， 然后 allround， 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个加组操作。看一下能否执行成功，没问题，因为有前边的连接目标和连接凭据，这和刚刚在 Power View 中执行的是一样的。那后边的这个命令逻辑是我们看着帮助一点一点写出来的，所以即使你对 bloody AD 不是很熟悉，通过我刚才的执行方式也便于你理解其中的逻辑。事实上立足点的获得只要 bloody AD 的3条命令就可以了，这是一条，可以把它单独拿出来。放大一下字号，这个是加组操作，然后在这里有加权和修改用户密码的操作。隔开一行，这样3条命令就可以完成立足点的获取、加组、加权和修改密码。回顾刚才获得立足点的关键步骤，其实最难的还是通过 Power View 对于已经获得的2个用户 Orient 和 LDAP Monitor 进行权限枚举和攻击路径推测这一部分。我们展示的是通过用户的属性看用户的属组权限一步一步推导的。如果你觉得很难理解或者过于复杂，你也可以用 Bloodhound 做自动化的分析，也操作一下吧。这3条命令暂存在这里，一旦 evo WinRM 的绘画丢失，我们可以读取进度。演示一下 Bloodhound， 先做信息收集。Bloodhound Python -help 会显示帮助，先要指定目标域-d rebound -u， 你可以用 allround， 也可以用 LDAP Monitor -p 密码。DC 指定一下吧，-dc dc01， 或者是直接 rebound.htb 都可以。-c 一般我们是用 all 收集全部的域内信息类型，执行。有报错，他说解析 3.103 秒之后过期了，对于 DNS 的操作超时，指定一下 name server， 用 IP 地址 10.129.229.114。好的，已经开始枚举，但马上又有报错。不能认证到 LDAP， 不能够获得 Kerberos TGT， 并且让我核对凭据。-help 看着帮助，缩小点字号，这样能看到全部的帮助信息。加一个收集数据打包的-zip 参数，看到这儿了就把它写上，因为否则各种类型的数据分散给出来，我们用起来也比较麻烦。猜测很可能和收集类型有关系，因为当前的用户 LDAP Monitor 或者我们换成 Allround 都不是一个权限很高的用户，所以有可能因为这个产生的报错。刚才的报错清空了，我们再执行一下，具体看报错内容。不能够获得 TGT 的票据 NTP date rebound， 要确保时钟同步没有问题。这里再次报 DNS 的问题，看一下网络连接有问题吗？没问题，这个延迟虽然不是很低，但还算稳定。再次执行一下。获得 TGT 连接 LDAP 认证被拒绝，因为 LDAP 签名被激活。这里已经开始转储了，找到16个用户，53个组策略相关的内容。虽然有报错，但枚举还是发现了很多东西的。好的，看到这里，这个文件是存在当前路径下了吗？没问题，数据已经拿到。刚才报错的时候，我还在想，其实 Bloodhound Python 这个数据提取工具是有替代品的。一会儿我们再把它导入 Bloodhound 中进行分析。我们说一下替代过程，实际上就是刚才使用的netexec， 它就可以完成类似 Bloodhound Python 这个工具的数据提取功能。因为有时候的报错你不好排查，但是换一个工具就有可能把问题解决，或者它报的错你容易理解、容易调试，那你就能获得结果。LDAP rebound HTB， 然后 U 复制过来 ，U 和 P
LDAP 要用-K 连接，前边的枚举过程已经说过这个参数了。连接之后要做什么？你可以看帮助中的内容。-U 写了2遍是吧？这里-Bloodhound 实际上就是执行 Bloodhound 的扫描和信息收集，当然也有-C 指定收集的具体信息项。-C 也用 all， 刚刚有 DNS server 的指定，在 netexec 中也指定一下 10.129.229.114 执行。刚才通过 Bloodhound Python 提取出来的信息存成一个 zip 文件，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它是按照时间戳来命名的，所以不用担心覆盖的问题。它用的是 LDAP-S， 就是 TLS 的连接，因为这里我们用的-K 基于 Kerberos 认证的。看这里的日志输出和刚刚 Bloodhound Python 显示的信息有很多是相同的，等待它信息收集完成。这里更多的是一个调试思维，因为刚刚我们执行 Bloodhound Python 的时候有一些报错，我们在调试的过程中，如果你熟悉，你尽快调试好，那就 OK。否则的话，你可以通过换一个工具的方式获得不同的交互，那说不定另一个工具就完全能解决问题了，或者说那个工具它的报错你熟悉，你能调试得好，这都是快速解决问题的思路。看到 netexec 已经提取完成，并且保存到了这个位置，不是我们当前工作的路径，你可以把它复制过来，好吧？我们不管它了，因为刚刚通过 Bloodhound Python 已经提取到了相关的域信息，现在就要启动 Bloodhound 的主程序分析这些数据，实际上是验证最初我们用 PowerView 手工枚举的那条路径。我们在第一个窗口这里先启动 Bloodhound 的数据库 Neo4j 控制台程序，好像没有安装 sudo apt install Neo4j 放大这个面板安装，等待应该很快安装完成。好的，先启动数据库。初始化的过程，这里显示 Neo4j 数据库已经启动，在 localhost 7687这个位置已经激活。管理界面在这里，右键打开，先要对数据库进行简单的配置。这个操作只有在第一次启动 Neo4j 数据库或者是 Bloodhound 工具的时候才会需要配置。这里用户名和密码的位置需要输入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应该是 Neo4j， 密码应该也是相同的。我看这里有提示这个信息吗？在这里创建新的用户 Neo4j， 然后这里提示密码一定要修改。那现在我用的是 Neo4j 用户名和密码相同的连接，这是 Firefox 浏览器提示我是否保存，我选择不保存。它需要我修改用户名和密码，我用 retim not3s 复制过来，然后改成这样一个改变密码。好的，那 Neo4j 这个是 Bloodhound 的后端数据库就启动完成了，最小化 Firefox， 然后启动 Bloodhound。这个卡里实例中也是没有安装的 ，Y 执行安装，放大这个面板，等待它安装完成。好的，清屏再次执行 Bloodhound 命令，看到图形界面已经启动。因为前面做了 Neo4j 数据库的初始化和配置，那这里连接处显示的是对号，证明后端数据库已经启动了。用户名 Neo4j， 密码刚刚我们设定的，连接应该是能够登录进来了。提示没有返回数据，这是一个空的 Neo4j 数据库，所以我们需要把刚刚通过 Bloodhound Python 收集来的数据上传进来。这个压缩包打开，好的，陆续开始导入，能通过进度条看到导入的进度，等待它完成。导入过程中看到右上角的负载显示占用的资源比较多，还有最后一个。好的，看进度应该是导入完成了。关掉这个对话窗口，先刷新一下数据库 refresh database states， 看到用户和 ACL 的数据有变化。我们是通过 Orient 或者是 LDAP monitor 用户导出的这些数据，所以可以从这些用户开始。
放大，右击变成 owned， 因为这个用户已经是我们获得的。同时 set as starting node， 把它作为起点。数据已经刷新了，看分析这个选项卡。如果你不熟悉，可以挨个识别它的功能，甚至尝试。但是从思路来说，就是通过你已经获得的这个用户到你能获得的高权限用户，或者是域管理员的最高权限。比如这里最短路径到域管理员，从已经获得的主体，然后它让你选择域，看到比较复杂。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资产已经标记成骷髅头了，调整一下布局。其实不是说你选择一个最短路径一定就有推荐的攻击路径，你也可以尝试其他的，通过对比和具体的查看找到可行的路径。比如我选择另一个我随机点的，这个是从已经获得的主体获得最短的路径，参与的对象感觉少了一些，其实区别不大。你稍作分析之后，你会发现基本是相似的，只是刚刚我们随机点的这一个，它的目标是域管理员，而这个目标是 DC。 其实细看这个路径的参与成员，就是我们通过 Power View 分析的那条路径，这两个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把刚才那个复杂的再展示出来。骷髅头是我们获得的，也把它标记成起点了。这些交叉把它舒展开，因为刚刚点的这个路径就是现在我鼠标放的这个位置，它的目标是域管理员，而上一条路径其实也是我们随机点的，是从已经获得的主体最短的攻击路径 Allround， 它能够增加自己。我把视图放大一些，你也可以通过这里的刷新，它会自动调整相关视图，但并不一定是你需要的。通过鼠标的滚轮可以放大或缩小，通过 Ctrl 键可以循环显示每一个图标的具体信息。因为这些路径它叫 edge， 有交叉，你看着可能感觉比较乱，实际上稍作调整会是更好的阅读视图。好的，就这样看吧。这里是起点，标志骷髅头 Allround 的这个用户，他可以把自己增加到 Service Management 这个组里，而这个组有完全的控制权限，能够操作 Service User 这个 OU， 而这个 OU 它包含了 WinRM SVC 这个用户。那我们在 Power View 枚举的时候是看到了 WinRM 这个用户的对 PS Remoting 的能力，这里显示的是 PS Remote， 就是能做 PS Remote 的登录。那这里就是域控制器这台机器了。如果从域的角度理解，它能做 DC 的同步，当然里边的用户我们也都能拿到权限。可以再看这个更简略的，刚才我点的是这一个，这里信息少一点，但是关键信息也都在。放大一下，调整到你便于阅读的视图，放大，可以把这个收回，这样能看到这里是起点，然后增加自己到 Service Management 组，这个组又能够完全控制 Generic All Service User 这个 OU， 这个 OU 包含了 WinRM SVC 这个用户，这个用户 WinRM SVC 嘛，它能够 PowerShell Remoting 到 DC01 这台机器实现登录。那这条路径和Power View 中手动分析的完全是一样的，好吧？这就是 Bloodhound 的攻击路径分析，这是相比于手动分析的第二种方式。其实还有第三种，就是图形界面。因为现在我是以 Kali 为攻击机，如果你以 Windows 做攻击机，那你需要在 Windows 下连接 Hexbox 的 VPN， 那你就可以在 PowerShell 中通过 ADUC 界面进行枚举，不复杂。因为 Hexbox 的 VPN 同时只能连接一个系统，我就不再切换了。靶场导学服务包会员，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黑丝文档里具体的操作。连接成功的页面大约是这样。这里就是你连接 VPN 之后，通过 PowerShell 中 Run As 指定 Allround 的凭据，然后就可以获得 ADUC， 这里 Active Directory Users and Computers 能够显示域内的用户，也能够看到相应的权限。这种方式虽然直观，但是效率偏低，我们最推荐的还是用 Power View 做分析。这是获得立足点之后我们想补充的第二点内容，这里我关掉了。第三点就是通过 Bloody AD 对 Allround这个用户增加了 Generic All 权限之后，我们直接修改 WinRM SVC 这个用户的密码的这种方式的替代。因为一般认为直接修改这个密码过于暴力，很容易被管理员发现，那么它的替代方式就是影子凭据 Shadow Credential。 我们再补充说一下这种方式的操作。相比直接修改 WinRM SVC 这个账号的密码，使用 Shadow Credential 技术，就是影子凭据技术，是一种更隐蔽更柔和的替代手段，也可以看作是一项持久化的攻击方法。影子凭据技术是对微软在 Windows Hello 这套无密码认证机制下提供的属性进行滥用，可以看这篇文章。
这里对这套无密码认证机制进行了精要介绍，就是 Windows Hello。这里 Windows Hello 是一种身份验证技术，允许用户使用生物识别或者PIN码登录到 Windows 设备，其中有一个字段叫 Key Credential Link， 这是微软的官方文档，就是这个字段属性。这里的影子的命名源于攻击者可以在活动目录的对象，像用户或者是计算机账号中找到这个字段，在其中植入备用密钥，从而绕过常规的认证机制，实现权限提升或者是持久化攻击。由于这个字段的属性通常是用于无密码认证场景，常规图形管理工具中并不直接显示，这样便可以绕过依赖用户密码或者哈希值的传统的像 NTLM 或者是 Kerberos 的认证机制，达成类似无密码身份验证的效果。就是说，这个字段它不常用，不需要用户干预，就像是无密码一样。的确，通过脚本或者是 LDAP 的查询还是能查到的。在正常的 Windows Hello 注册或者使用流程中，用户一般只会感知到自己在设备终端设置或使用的 PIN 码、指纹等无密码的登录方式，并不会直接干预私钥公钥对的创建或者上传过程。系统在后台自动完成生成密钥，然后将公钥上传至这个字段的全部过程，维护和更新都是自动的。因此，从使用者或者是一般管理员的角度，这个属性可以算作是隐藏的，因为它不会在常见的图形化管理工具，像 ADUC 就是活动目录的那个图形界面中直接显示出来。但是借助像 ADSI Edit 或者是 LDAP 的浏览器或者是脚本查询等等方式，还是能看到的。也就是因为这种状态，我们才会利用这种隐蔽性以及对 Kerberos 证书的支持，实现我们所说的影子凭据攻击。还有一点要注意，这里我们说这个属性中植入备用密钥，因为在 Windows Hello 这个场景中，这个字段属性本身是一个可以容纳多个密钥对象的多值属性，来支持用户在不同设备、不同场景下的无密码登录。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往目标账户插入新的密钥时，系统并不会自动覆盖或移除原先存在的密钥，而是将新的密钥一并存储起来。换句话说，多个密钥可以并存，并且原本由用户或者其他设备生成的密钥依旧有效。这就为我们悄悄注入一把多余的钥匙提供了可能，无形中为攻击行为提供了更高的隐蔽性，而其实是支持用户在不同设备、不同场景下的无密码登录的天然属性。要成功使用这项技术，我们必须能够对目标账号的这个字段属性进行写操作，往往是通过滥用错误配置的访问控制列表，就是 ACL， 或者是使用域管理员的特权账号直接修改权限来达成。在前面的攻击过程，我们修改过 Generic All 的权限，也有过加组操作，显然这是满足条件的。所以 Shadow Credential 这种技术在现在这个场景下可以尝试，作为修改 WinRM SVC 密码的替代方式，也可以说是更好的方式，因为隐蔽性更好。操作一下，这里要用到证书管理的工具 CertiPy-AD， 这个在预渗透场景下，要想做 ADCS 攻击，就是证书服务的攻击，这个工具是不可或缺的。CertiPy 是 Python 写的，这里他说 CertiPy 是一个攻击工具，为了枚举和滥用活动目录中的证书服务。如果你不熟悉 ADCS， 就是活动目录证书服务，或者不同的域提权技术，他推荐单独阅读这几个文章，看一下安装方法，用 pipe 3安装 CertiPy-AD， 操作一下。为符合 Python 依赖管理的最佳实践，还是用虚拟环境安装这个工具。Python 3-M 指定 V 暗五模块 ，V 是 Virtual，env 是 environment 虚拟环境，命名成 CertiPy-AD 下划线 env， 用 source 进到虚拟环境中，然后按照帮助执行安装。应该很快安装完成。好的，安装完了，清屏。看一下帮助 CertiPy-help， 看到这里有若干子命令，我们想用 Shadow Credential 攻击，具体看 Shadow 子命令的帮助，前边加 sudo， 还不可以。
看到 Shadow 子命令的帮助有很多选项，连接的操作、认证的操作、LDAP 的选项，位置参数有列表、增加、删除、清空、显示信息和自动。回头再看 Certify 的帮助，这里有用法，看 Shadow 的子命令帮助 Request 认证。这里 Shadow 命令用于接管一个账号，当你能够写入到这个属性，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这里有更多的介绍，先打开看后边的介绍，如果有疑问，那我们再看详细的 Shadow 攻击的介绍。这里他说，简言之 Shadow 克单少攻击通过增加一个新的密钥凭据到目标账号，密钥凭据然后能够用于 PKInit Kerberos 扩展认证。 PKInit 是 ADCS 证书的类型，是 Kerberos 的扩展，就是用 Kerberos 认证的证书服务。这里 Certify Shadow 命令有一个自动的 action， 有一个自动的选项，它能够增加一个新的密钥凭据到目标账号，用密钥凭据完成认证，然后取回 NT 哈希和一个 TGT 票据授予票据为特定的目标，最终还原原始的密钥凭据属性，就是 Auto 这个动作，它能够增加一个密钥凭据到账号里边去，然后用这个账号获取 NT 哈希和一个 TGT 票据，并且最后还原原始的票据。那这个很值得尝试，它的命令就是 Shadow 后边加上 Auto， 然后有连接和认证的选项，这个操作是很有用的。如果你仅仅是想获得 NT 哈希或者是 TGT 以便进一步认证，也可以手动添加认证或者删除密钥凭据。如果需要，看这个帖子里边有更多的帮助，可以打开看一眼。他说 Shadow Credential 我们所说的影子凭据技术对应的英语就是这个术语，滥用密钥信任账号映射为账号接管。看这篇文章呢 Certify 2.0 Bloodhound 新的提权影子技术金票证书更多，这里聊的技术会更宽泛一些。如果你对这些不熟悉，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或者一会儿我们在执行 Shadow Credential攻击的时候，可以参照它的命令书写回来尝试撰写这个命令。上边是 Shadow 子命令的帮助，结合着刚才官方 README 文件的提示，我们写一下 Certify AD， 应该两个命令写法都可以用 sudo， 然后 Shadow Auto 自动完成的。这里有 account 目标账号，肯定希望它转储出能够持久化使用的一个哈希 WinRM SVC， 这是 Shadow 攻击的目标。指定连接方式-u orand rebound ud -p1gr8t @$4u 用引号包裹，避免@等字符扩展解释-dc IP10.129.229.114要给它-k， 因为我们用的是 Kerberos 认证，它给它一个吧，因为前边有 DCIP， 其实不给也是可以的。dc01.rebound htb 在另一个窗口做一下时间同步 sudo ntp date rebound。好的，退出，执行一下这个命令，如果有报错我们再调整。他说不识别参数 WinRM SVC， 按照这里的提示应该是用-account 然后指定目标账号。再次执行。它提示无效的访问权限，为什么？很简单，刚才我们看影子凭据攻击的时候，它就需要滥用配置或者是修改访问控制列表，就是之前我们用 Bloody AD 加组和加权的过程。命令语句应该在这里，我们先执行一下。因为影子凭据技术我们之所以想到使用，就是要避免第三条语句暴力修改密码这种方式，更柔和更安静的方式。那前边这两个加组和加权的操作依然是需要的，执行一下。好的，提示加组成功，然后增加 generic all 的权限。好的，按它提示 generic all 的权限也已经修改完成。那现在替代的方式就是影子凭据，看能否导出目标账号 WinRM SVC 的 NTLM 哈希。如果能的话，那就是一个相比修改密码更静、更柔和、更好的方式，也是一个持久化的方式。执行。看这些日志是符合 Certify AD 这个工具的 README 文件介绍的过程的。好的，看到这里 NT 哈希 WinRM SVC 这个账号的已经获得了，尝试一下是否有效。sudo evil WinRM I rebound .htb-u WinRM SVC-h 指定哈希。没问题，看到命令行提示符已经获得了系统的 shell。Who am I 是 WinRM SVC 账号，主机
DC01 IP 地址，确定就是我们的靶机。当然也能像修改这个账号密码进而获得 shell 的操作一样，获得 user flag。好的，实际上是两种方式获得的系统立足点。在 certify AD 这个 shadow credential 攻击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报错，比如这个 NT 哈希为空无法获取的情况，我们也遇到了，应该是与这个靶机可用性的维护脚本有关。一般是靶机启动一段时间之后，推测是某个脚本运行让这个攻击面可用，所以只要你正常的从 Nmap 扫描开始攻击到当前环节，应该都是可用的。但如果在这个操作之前很短的时间内你重置过靶机，很可能这个操作就会失败。具体的细节、多种异常的排错，在黑丝文档里有更多信息辅助你完成这个攻击。好的，获得立足点的各种情形、不同的方法就操作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一下系统枚举和提权。桌面上除了 user flag 还有其他内容吗？只有 user flag。随便翻找一下。GUMI 的权限有3个权限激活，但并没有明显的可利用的权限。Net User Domain， 事实上这些通过前面的枚举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看一下进程。滚动到上部，这里是证书服务，这里有 Explorer DNS， 这里的 ID 是进程 ID， 就是 Session ID，SI 是 Session Indicator 绘画标识，绘画标识为1的表明有活动用户，尤其这里有 Explorer， 它对应的是资源管理器，后边还有多个 SI 是1的，都表明有活跃用户的交互。这里有 Search UI，SI 为1，这个迹象很值得关注，可以查询一下。Q Win STA， Q 是 Query。Win 是 Windows，STA 是 Station， 查询 Windows 的工作站登录状态，也就是绘画状态。报错了，他说 No session exists， 但是看进程的确是有多个 SI， 就是绘画标识，证明是有活跃绘画的，而 Q Win STA 查询不到，推测很可能与 Evil WinRM 的绘画状态有关系。我们把 Run as C# 搬运进来，然后显示的指定凭据看一下能否执行 Q Win STA Run as C#。第一个 GitHub 库，这里有 Release 版本，下载下来。提示文件 Dangerous 依然下载，解压缩，然后将 Run as C# 可执行文件搬运到工作路径下。这个是之前我们通过修改 WinRM SVC 账号获得的立足点，现在可以退出了，因为我们在右下角通过 Shadow Credential 的方式持久化了立足点操作。Run as C# 放到这里。复制文件名，在右下角用 Upload， 这个是 Evil WinRM 的工具，执行上传。好的，放大右下角的面板，看到 Run as C# 已经在这里了。看一下它的帮助，如果你熟悉的话，直接使用也是可以的。Run as C#， 指定凭据、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后面是直接执行的命令。为什么我们不用 WinRM SVC 的？因为当前我是通过哈希进来的，我并没有修改它的密码，所以我不知道实际上 WinRM SVC 的密码，只是先尝试一下，看这个凭据是否可以。如果依然不能执行 QWin STA， 那我们尝试着去修改 WinRM SVC 的密码，再做尝试。那如果再不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思路就是这样。按照这里，我们直接执行想要操作的命令 QWin STA。有一个登录类型的报错2，他说不被接纳，可用的是3，那-L3 3也不被接纳，还有8和9，我们试一下9吧。9是在这里模拟的是 Net Only Flag Run as 的方式，试一下9。这里应该是需要对登录类型有了解，可以看一下 Microsoft 官方网站上有 Logon Type， 对，这里。这是微软官方定义的登录类型，往下滚动看，这里 Logon Type， 每种登录类型都有对应的编号，所以这不是某一个工具定义的。我们用9 New Credential 新的凭据，就是 Run as 的时候，而且用新的凭据指定的。所以你对这些登录类型如果有熟悉的话，你可能会快速选择。
用9尝试执行。现在可以看到绘画的状态，这里叫 TB-Ready， 这个账号有控制台的登录，上面有一个 service， 状态是 DISC， 是 disconnection 断开状态，而 TB-Ready 这个账号的控制台登录是 active， 它是活跃的。通过这种查询，我们能确定 TB-Ready 这个账号的活跃状态，但是怎么利用，还要进一步看这个账号的权限、上下文等等一些情况，去构建攻击的方式。枚举一下 get domain user。还没有导入 Power View。粘贴到这里，确认文件没有问题，搬运到目标机器上，用 Evo WinRM 的 Upload 工具粘贴文件名 Tab 执行上传。放大右下角窗口，看到上传进度，应该很快完成。好的，用点源方法导入 Power View 脚本，然后执行刚刚的命令。获得域用户信息很多，其实也就10来个用户，之前我们没举过。可以加入筛选属性 property， 然后 SAM account name， 其实就是刚才列出的那些字段。TB-Ready 多处我们都看到过这个用户。那进一步枚举 get domain user， 看它的详细信息，指定实体名 identity， 这些都是 Power View 这个脚本中定义的 TB-Ready 这个用户的详细情况。我们看一下。刚刚登录过，那这样的绘画就很有价值。如果能拿到 TB-Ready 的权限，是否能构建新的攻击方法，值得进一步枚举。列出域用户的枚举命令，并不会列出服务账号，也可以看一下有哪些之前我们没有看到的服务账号。get AD service account 查询时间比较久，其实应该显示的指定过滤条件，哪怕是什么都不想过滤，也要显示指定一个，否则的话会不返回任何结果，或者是时间偏长结束掉，给它一个过滤器。重新登录进来，重新将 Power View 导入内存。路径是错的，刚才我用的是 download Power View， 刚才是枚举活动目录中的服务账号，我们说要加一个 AD Service Account， 加一个过滤器，哪怕我们什么都不想过滤，但还是要显示的指定给它。星号看有哪些服务账号，只有一条数据叫 Delegator， 实际上前边我们好像见过这个用户名称，从名称表意上看像和委派相关，而且它是服务账号。回头再看一下刚刚那些域用户细节的属性，我们只看特定的字段 Property 用户名称，然后属组 Member of， 就这2个属性吧，看哪些有属组。我们有凭据的2个账号 LDAP Monitor 和 Allround 都没有属组。WinRM SVC 属组是远程管理用户。TB-Ready 有活跃绘画的这个账号也没有属组。现在我们最关注的就是 TB-Ready， 它要有属组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追溯它的权限。那这个组属关系还是不能把 TB-Ready 和服务账号做出关联来。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另一个组不会显示的，在这里列出来，就是 Everyone。直接看访问控制列表吧。Domain Object ACL 需要做一些筛选，用 Where Object 前面获得的访问控制列表，用 $下划线传递过来，然后它会有安全标识符 Security Identifier EQ 等于对应的是 S-1-1-0。如果你不知道 Everyone 对应的安全标识符是这一个，你完全可以把所有的访问控制列表都列出来，然后解析 GUID 或者是查微软的文档，看它对应的是什么，修改一下前面的命令。这里增加 Resolve GUID 这个参数应该有一个 S， 这是 Power View 中规定的。现在只是查出了 Everyone 的权限，记录有很多条，还需要进一步的筛选，再把前边查询服务账号的结果展示出来。这里用 DN 再做一次筛选，这样就能够明确的看到 Everyone 对于服务账号 Delegator 有什么权限。用-and 增加一个条件，前边传过来的结果匹配 Object DN。对于 DN 的匹配要用 match 给定 DN， 这里
检查一下，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域中的访问控制列表，其中是 everyone 和服务账号 delegator 相关的列出来。中间用了筛选条件，一是安全标识符等于 everyone， 我们用 SID 表示的，同时 object DN 要等于 delegator 的 DN， 执行。这个 resolve GUID 就是把 GUID 做了可读性的解析，原来它是一串数字，现在直接把这串数字的意义表示出来，成为我们能读懂其意义的表达。第一条结果是拒绝的，第二条是 access allowed， 它可以读权限。第一条的结果是扩展的 right， 扩展的权限，第二条是读权限，那就是说 everyone 可以读取 delegate 的属性 read property， 目标记录的类型是 managed password， 实际上就是 everyone 包括 tbready 在内都可以读取 delegate 的存储密码的那个属性。 DN 中也表明这是一个托管的服务账号，在活动目录下就是 GMSA 组托管服务账号，那它能读取密码，其实是可以尝试利用的。小结一下刚刚的分析，通过对进程的分析，发现有活跃的绘画，读取到之后发现是 tbready 的，它做了哪些操作，有什么权限，我们对各种用户进行枚举，包括服务账号。在试图找到 tbready 和服务账号的关系的过程中，对于用户所属组进行分析，发现 everyone 组可以读取 delegator 这个服务账号的托管密码的字段，而 tbready 当然属于 everyone 组。那现在就变成了这种状态下 tbready 是否可以被利用，其实是一个中继场景。尝试一下 Kerberos 绘画的中继要用到这样一个工具，叫 KRB， 就是 Kerberos 的缩写， relay 中继的意思。他说是 Kerberos 中继框架，这项技术是源于这样几篇文章。如果你对背后的原理想进一步深挖，可以看这2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中继 DCOM 认证，使用 Kerberos 做认证中继攻击，看这个工具支持各种协议。这里有一个跨绘画 LDAP 的中继攻击，看后边还有详细的介绍吗？这里要用到 DCOM 的 Class ID，CLS 是 Class 类 ID， 不同的操作系统版本可能用到的跨绘画中继的 Class ID 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复杂度的，如果你对 Kerberos 下中继的使用完全没有经验，那是需要做一些研究的，比如刚刚看到的这2篇文章，或者是一些操作案例。它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捕获和中继 Kerberos 票据，然后提权或者是访问受保护的内容。之所以能够中继，主要就是利用了 Kerberos 协议中的设计缺陷，就是允许攻击者在未被充分保护的身份验证过程中，将合法的服务票据中继到其他服务，从而实现非预期的资源访问或者权限提升。但也不是说只要有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就可以发起跨绘画攻击这种中继。有一些防火墙它会阻止 OXID 的解析，有一些 Class ID 还会被限制，所以只能说值得尝试。先把这个工具下载下来，没有 release 版本，把库下载下来。解压缩，这是一个 Visual Studio 的项目，拷贝到 Windows 环境，放在桌面吧。打开 SLN 这个解决方案文件，会装载这个库。如果有适配的 .NET Framework 版本，它直接就会加载这个解决方案，然后直接 build 就可以。build 这里有日志输出，有报错再调整，如果没有报错的话，就会生成可执行文件。这里应该是一些警告，看输出这里还在执行，等待完成。还要稍作等待，因为这个 Windows 也是在虚拟机中运行的，可能会比较慢。哦，应该结束了。那我到日志中提示的这个路径中去拿可执行文件。这一个直接拿单独的可执行文件应该就可以。卡里的工作路径下粘贴到这里。在这儿 upload 上传文件还是比较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一下工具的帮助。一会儿我们撰写命令，这里是跨绘画的中继 LDAP 在这里 NTLM 的也是可以的。Server 2019按照 Nmap 的扫描，我们的目标机器就是 Server 2019，现在已经有立足点，一会儿可以确认一下，看一下是否上传完成。GCI没问题。为了使用 KRB Relay 这个工具，需要确定操作系统的版本，这样方便选择 Class ID。看一下 Windows 的具体版本
system.info。访问被拒绝，试一下 PowerShell 的 get computer info 命令，应该是用不同的查询机制，看一下能否获得结果。一般来说，计算机系统信息比较多，可能查询稍慢。能够查询到，向上翻屏看一下具体的信息。这里 Windows Server 2019标准版。那回头看 Class ID 的选择，这里跨绘画中继应该是用这3个都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撰写一下 KRB Relay 这个命令，列出2个工具，也还需要 Run as C#， 然后还用 Orand 这个显示凭据，我把密码复制过来。登录类型-L 指定9，然后执行 KRB Relay 这个中继命令。按照这里的中继方法，现在我们不确定 SPN， 那就用 NTLM 中继，指定 Session Class ID 中继类型，选这里的其中一个，随便吧，这一个。类型是-NTLM， 需要指定 Session， 刚才看到编号是1，记得吧？之前我们用 QWinSTA 查询的时候，一共有2个 Session， 一个是0，但是是 DISC， 就是 Disconnection 断开状态，而 Active 的它的 Session 编号是1，还需要指定 Class ID。-CLS ID 执行一下看，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技术问题，就是这里显示的指定凭据，其实只要它不连接网络，它是不验证这个凭据的有效性的。你甚至可以随便指定给它，如果需要连接网络，那它一定要是有效的，并且权限够的。我们执行一下，如果有报错，我们再调整。直接呈现了我们几个 NTLM。那这个中继其实已经捕获到了 TB-Ready 的哈希，应该是 NTLM-v2 的哈希格式。中继就是这样，参数满足它的需求，它就是能捕捉到认证的凭据。这里虽然有报错，但是我们中继更多的是想捕获到凭据，看能否使用或者破解。3个 NTLM 哈希，最后一个是 TB-Ready 的，拿去破解一下。在左下角的面板尝试破解，放大绘画 sudo hashcat m NTLM-v2 的 m 值是5600，你也可以查询一下 grep NTLM-v2。查 NTLM 吧，因为不清楚是怎么拼写的，区分大小写改成 ignore。这里 NTLM-v2 对应的 m 值是5600。-M5600，因为是单个哈希，直接在命令行中给到就可以。字典用 USR share wordlist 中 RockU， 如果破解不了，再次给定规则或者调整破解的参数，尝试一下。Hashcat 在初始化获得的这些哈希，如果是用户的，你要有信心去破解。当然，如果是服务账号，破解起来就会很困难。提示了一些参数需要修改，还没有显示一共需要多长时间破解完成。已经 correct 获得了这样一个明文的密码，那就是说这个哈希我们破解成了，拿到了明文的密码 TB-Ready 53开头的密码，这个凭据拿到手了。那有了 TB-Ready 这个账号，然后 everyone 组都能读取服务账号的密码，就可以用这个账号去读，记录下这组凭据。清屏，用它来申请票据。做 Kerberos 交互之前，先做时间同步 sudo ntp date rebound htb， 然后 sudo 申请票据 in-packet get tgt， 指定 dc-ip 10.129.229.114 rebound.htb tb-ready， 拿到刚刚破解出来的密码，看能否请求到票据，应该没问题。好的，获得了票据，然后声明环境变量指向这个票据 export krb 5 ccname， 一般要大写，指定这个票据，这样在当前的绘画中就可以优先使用这个票据。现在就可以以 TB-Ready 的角色看能否读取服务账号 delegator 的 password， 应该是一个哈希，用 netexec 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试图连接一下 ldep rebound.htb， 用 d 指定域也是 rebound.htb， 需要明确指定用-k， 好像不是-k， 确认一下。刚刚 help 向上滚动，这里指定了环境变量 krb 5 ccname 之后，用 use kcatch， 用-k 也是可以的，因为刚刚指定了 krb 5 ccname 的环境变量，用这个参数。先确认一下票据是否可用。
没问题 ，tbReady 可以用票据认证到 rebound.htb 域，那然后就可以用 netexec 的一个参数读取到 password 字段的内容。看一下帮助，这里-gmsa， 它就可以枚举 gmsa 的 password 执行。好的，看到读取到了服务账号 delegator$ 它的哈希。保存下来。这和前面我们枚举的时候对攻击路径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其实这里你觉得用 useCatch 有些费解的话，也可以用-k， 只是你用-k 的时候，你需要显示的指定用户名和密码，比如-u tbReady， 然后密码也要给它。那这个的认证效果和先申请票据，然后用 useCatch 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 Delegator 这个组托管服务账号的哈希 gmsa 执行。没错，同样的 Delegator$ 账号的哈希也提取了出来，因为本质上是背后权限设置决定的。好的，那 Delegator 这个服务账号能怎么利用呢？刚才我说 Delegator 是 gmsa 组托管服务账号，是因为刚才的枚举中有显著特征。重新之前的枚举命令，枚举活动目录中的服务账号，当时只有一个结果，对，就是 Delegator。这里对象类它明确说明是 Group Managed Service Account， 就是组托管服务账号。还有一处特征，在列举 ACL 的时候，对，刚刚执行的这条命令，是 Power View 需要重新导入吗？哦，因为路径不对 ，Downloads。再次执行这一条对象的访问控制项类型 ACE 是 ACL 的 entry 访问控制列表的具体条目，对象 ACE 类型显示这个字段是目录服务的受控或者叫托管密码，有这个属性的就是 gmsa 组托管服务账号。这是活动目录提供的一种增强型服务账号，用于在域环境中支持服务、任务或应用程序的身份验证或者运行。它的核心特征在于它的密码由域控制器自动管理，并通过安全组实现设备的动态授权，从而简化服务账号的管理，提高了安全性和灵活性。相比于传统的服务账号，比如普通的用户账号或者 MSA， 就是不带组的这种特征的 MSA， 这种 gmsa 账号更适合分布式系统或者集群服务的使用场景。它的密码由域控制器统一生成、存储，并且定期更新。这意味着管理员无需手动管理密码，降低了密码泄露的风险。它支持多个计算机同时使用一个 gmsa， 从而通过活动目录安全组来控制哪些设备可以访问 gmsa 的凭据。它不支持交互式登录，只是供服务或者是任务使用，因此它的密码不会以明文的形式暴露给用户，而是通过 Kerberos 和 LDAP 的协议动态分发。这种设计特别适合需要高安全性和高可用性的分布式服务，比如像 SQL Server 集群或者是微软的 IIS Web 服务，还有跨域的场景。这里有一个列表，便于你理解 gmsa 这种账户类型的特点。这里有3列，分别是普通的服务账号，还有托管的服务账号和组 Group MSA 的特点。也就是因为 gmsa 在域中承担这样的角色，它也成为红队攻击中高价值的目标。如果能获取到它的凭据，可以尝试滥用和提权。典型的利用方式就是结合着委派进行利用，因为服务账号就是代表用户去访问目标资源的。那这么强大的一个 gmsa 账号，一旦控制了它，就能够访问到更高价值的资源。而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 gmsa 账号，就是 Delegator 它的哈希，控制了它，那就可以构造一些委派场景，尝试获得更有价值的资源或者目标。现在我在立足点的上下文，我最想拿到的是提权的系统账号的权限。要想利用服务账号
进行委派提权，我们要知道委派往往有3种类型，一是最普通的委派，为了和后续委派类型区分和对比，往往叫做非约束委派，就是这个服务账号可以代表用户访问任何服务。微软发现容易被利用之后，升级了这种委派类型，限制了服务能够代表用户访问的服务类型，这就是约束委派。而更高级的委派就是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前2种委派都是服务账号能够代表用户访问哪些服务，而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是从目标来说的，目标资源指定哪些服务能够代表用户访问它。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从防御视角来说更安全，但依然有利用场景。基于 Delegator 这个 GMSA 组托管服务账号，我们尝试一下。为了使用 Delegator， 先获得它的票据 sudo impacate get tgt 连接参数 dc-ip 10.129.229.114 认证信息 rebound.htb Delegator 服务账号有一个 $， 在命令行中用反斜杠做转译，避免被扩展解释。指定我们获取到的哈希，按照 impacate 系列工具的哈希指定形式，用冒号符合结构要求。因为要处理票据，再次同步时间不要等它报错之后再想起来同步。执行。看到这里已经获得了 Delegator 账号的票据 export krb 5 ccname 等于 Delegator 这个票据缓存。用这个服务账号配置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的时候，要用到同样是 impacate 框架下的一个工具，就叫 rbcd sudo impacate RBCD 是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英文表达的首字母缩写。R 是 resource，B 是 base 的基于资源， C 是 constrained 约束的，然后 D 是 delegation 委派。清屏看帮助，撰写委派命令。从认证上显然不再需要密码了。-K 也同时指定不需要密码，就是用 Kerberos 做认证。票据刚刚我们已经申请到，连接参数域 rebound.htb 用户名是 delegator 反斜杠 $， 委派到谁？显然是委派到 delegator 这个 GMSA 账号，就是这里 delegate to， 对应的还有 delegate from。谁来委派，你手里的账号都可以拿来尝试，因为是服务层面，可以用 LDAP monitor 连接数据，再明确指定域控 IP 吧 10.129.229.114， 然后 RBCD 这个工具就是构造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的，这里需要指定 action。这里的帮助详细信息有解释，他说是一个 action 去操作在这个上面，这个就是 RBCD 在资源上的属性，哪些服务可以代表用户访问这个资源，就是在这个属性中写明的。这里说的 operate 其实指的是这里读、写、删除还是刷新。那现在我们显然是想增加就是 write， 这里我们用的是 TLS 的 LDAPs 这个参数也要给到它，执行一下看，有问题我们再修改命令。有报错，在 SL 加密层抛出了异常，但是不用 useLabs 应该是不可以的。Session 直接终结了，再次执行 useLabs， 看一下 RBCD 的源码，可以看 GitHub 库 impacate。这样，既然这里是这个 RBCD 的具体代码报错了，那我直接看对应的 Python 文件，用 where is 去看 rbcd.python， 这是做了全局环境变量的设置，对应的 Python 源码文件应该就是 rbcd.py， 看一下是不是不对的话，我们再调整，用 locate 看是否可以定位到 rbcd.py， 一般是这里，用 Sublime Text 看一下源码。放大字号，刚才报错是 SSL 的位置，看一下哪些有这方面的逻辑。这是 Kerberos 代码应该不多，看到右侧的 mini tree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半。这是 RBCD 的地方，读写，这是具体实现 RBCD 属性写入的地方，应该不是 SSL 逻辑相关的地方。解析参数，这里是初始化 LDAP 链接的地方，应该在这里。这样我暂停一下，对这一块进行调试和修改。好的，那这里把这一块重写了一下，主要是增加了多种验证方法，简单调试了一下，应该可以保存。
关闭，然后再次执行刚刚的命令。这台机器是疯狂难度，也体现出你需要对于相关的 Python 库比较熟悉。再次执行。好的，执行成功了。总之，这段代码需要你自己调试一下。如果是靶场导学服务包会员，也能在黑丝文档中看到我改的这段代码。这里他说账号被允许代表其他的 identity 实体用户去操作 LDAP monitor 这个用户。InPacket 系列命令都会有 no pass， 如果用到 Kerberos 认证，也需要有-k。其实我们知道 Delegate 的哈希也可以用哈希完成类似的操作，比如我不用 no pass。但是我用哈希，这里有 Delegator 的哈希，其他的不变应该也是可以完成 RBCD 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的配置，没问题，同样可以进行操作，这样你对这些参数能够理解的更精确。那现在我获得 LDAP monitor 它的票据 sudo 清屏吧 InPacket get tgt， 这里是 LDAP monitor 密码，最早我们就获得了，我把它拿过来。还是先同步一下时间，然后执行票据获取，没问题，获得了支持 RBCD 的 LDAP monitor 的票据 export LDAP monitor， 用这个票据再去冒充，先获得 service ticket， 指定一个 SPN 服务主体名。可以随便指定，但一般我们会用系统里边有的，比如说浏览功能的服务 browser SPN 后边要写域的信息 rebound， 想冒充谁 impersonate， 这里可以用刚刚 help 看着帮助去撰写这个命令，这里写到一半还不能看完整的帮助，要去冒充谁，这里帮助的详细信息中也指明，这里用是 service for user to self， 实际上第一步申请自服务票据，想冒充谁？如果我能冒充机器账号，那我就可以获得最高的权限了，因为我们查询到这台机器叫 DC01， 那就冒充 DC01$。然后认证信息是刚刚申请到具有 RBCD 权限的 LDAP monitor rebound .htb LDAP monitor -k， 同时也要用 no pass。这是 RBCD 利用的双阶段的第一阶段，就是这里 service for user to self 自服务票据申请阶段。执行一下，看能否申请到票据。Kerberos 的session 错误 KDC 无法满足请求的选项，检查一下。这些报错可以忽略，是有些方法已经被弃用，但当前不影响功能。重新执行一下前序的几个命令，先获得 Delegator 的 TGT， 执行，然后配置环境变量，转译和用引号包裹是相同的，执行，然后 RBCD 的环节，执行。显示 LDAP monitor 的 RBCD 属性已经配置完成，然后获得这个账号的 TGT， 配置环境变量，申请自服务票据 get ST， 执行。看到已经获得了 SPN 为 browser 的票据，然后申请代理票据 export 指定 DC 这个票据。第二阶段，我们换成 HTTP， 区别开 DC01.rebound HTTP， 为了冒充 impersonate DC01 机器账号-help 看着帮助撰写，包括一个可转发票据 DC Tab 键补全，认证的哈希是 Delegator 的，不要找我要密码。-k 用 Kerberos 做认证 ，DC-IP 10.129.229.114连接的用户 rebound .htb Delegator 服务账号到了，这样这个账号实际用于委派访问其他资源。执行看，获得了 DC01 的机器账号的票据，再次给到环境变量。HTTP 的这张票据，这是 DC01 的机器账号，那就可以用于横向移动或者直接转储都是可以的。先转储，这样能获得持久化的能力。InPacket secret dump DC01.rebound.htb-k 使用这张票据，刚刚 help 看帮助加速转储，因为我只想要管理员的账号 just DC user 用户名 administrator
你也可以把所有的能转储的都转储出来，没有关系。我现在只想快速的拿到持久化的能力，执行，看能否转储出来。没问题，这里应该就是 Administrator 的 NTLM 哈希。登录一下看 sudo evo winrm-i 用 rebound.htb-u administrator -h 指定哈希，尝试连接，应该没问题。好的 ，Who am I？ 没错，是管理员账号 ，hostname ipconfig 就是我们的目标机器。获取一下，看是否有 flag desktop。root.txt 执行，看能否读出来。没问题，获得了 root flag。这个环节有2点需要说明一下：一是为什么一定要双阶段，就是先申请自服务票据，然后申请代理票据。这种设计在 Kerberos 协议中是为了平衡安全性和灵活性，也可以从身份验证、最小权限原则、授权验证和委派的可控性这4个角度去理解。在 Kerberos 中，每个服务票据都是为目标服务签发的，不能直接用于访问其他服务。如果没有双阶段，服务可以直接请求任意其他服务的票据，这会导致权限滥用，至少它从机制上不能这么设计。所以首先需要通过自服务票据模拟用户获取自身的服务票据，然后再使用代理票据代表用户请求目标服务的票据，这样可以有效限制服务的行为范围，确保权限的边界是清晰的。所以刚才我们先申请的 browser 浏览权限，然后又用 HTTP 的 SPN 申请票据，当然就是前面也说过的 browser和 HTTP 不是一定要用这个 SPN， 只是大多数情况系统都有类似的服务，所以我们用2个不同的服务主体名，就是 SPN 作为服务的调用链。你也可以用 CIFS， 它也是一种 SMB， 但是在用 SPN 表达的时候用的是 CIFS 这个名称，或者是 LDAP。总之，刚刚就是我们用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 RBCD 这种方式，获得了域控管理员哈希的转储权限，拿到了系统管理员 root 权限，获得了 root flag。好的，总结一下整个这台机器的攻击过程，应该说难度挺高的。它综合演练了 RID 枚举、srep roasting、新型的 Kerber roasting， 还有 LDAP 加密与签名、读取主托管服务账号的密码，还有 RBCD 等多种场景。总体流程是先从基础侦查入手，通过 Nmap 获取开放端口和域信息，随后用无域身份验证的 srep roasting 和一种新型的 Kerber roasting 成功抓到首个可破解的用户哈希，再结合密码喷洒，额外获得了另一个常规域用户的密码，借此进一步读取 LDAP 对象的访问权限。通过 PowerView 我们查阅共享还有 OU 中的 ACL 的细微配置后，能够添加自身到 Service Management 组，赋予自己特定 OU 的完全控制权限，进而重置服务账号用户的密码或者修改其属性，最终获得 WinRM 访问并拿到 User Flag。中间我们用了多种方式，包括 PowerView 交互式枚举、Bloodhound 枚举等等，至此只是获得了系统立足点。为了获得域管权限，需要利用更多进阶的技巧。我们识别到名为 Delegator 的主托管服务账号后，发现 Everyone 对其存储密码的字段有读取权限，能够拿到 Delegator 的 NT 哈希，然后借助基于资源的约束委派，把普通域用户，我们用的是 LDAP Monitor， 加入目标允许委派列表，然后使用 Kerberos 的双阶段委派，就是先申请自服务票据，然后申请代理票据，以模拟更高级别账号访问域控服务。成功对域控机器账号实施委派后，拿到域管理员的哈希，获得最高权限的 shell， 并且拿到了 root flag。总的来说 Rebound 这台靶机以域控环境为基础，逐步挖掘 LDAP ACL 和 Kerberos 协议的弱点，同时结合主托管服务账号密码管理机制，把常见的预渗透手法，比如密码喷洒、考票攻击，就是 srep roasting 和 Kerber roasting， 还有更高级别的委派攻击 RBCD， 其实还有 Shadow Credential 影子凭据技术结合到一起，在靶机的部署中还开启了 LDAP 签名要求和通道绑定等加固手段，加大了脚本和自动化攻击的使用门槛。中间我们也修改了比如 RBCD 的程序等自动化脚本，这也迫使我们作为红队攻击者要深层理解每个协议和权限细节，才能构建出攻击手段。这台机器也是真正贴近企业生产环境里错综复杂的域攻击场景的。工具也做一下小结， Nmap 强调的就是要注意其中暴露的域信息，然后还有 enum for Linux NG 对应的有 RPC Client
还有 SMB Client， 反正都是围绕 SMB 进行匿名枚举或者是 RID 循环，列出可访问、共享、用户组预配置信息的。同步时间的时候，我们用到 NetTime， 更主要的是 NTP Date。后者用到的是 UDP 协议下123端口，而 NetTime 更多的是139、135、445端口，隐蔽性更好的是 NTP Date。NetExec 它整合了 SMB、LDAP、WinRM 等等常用的很多协议的命令行工具，能够进行快速的身份验证。我们用到它读取 LDAP 的信息，列出组托管服务账号的密码，还有自动化的探测或者批量探测，可以说不可或缺。再就是 InPacket 套件中的工具，我们用到了 GetNPUsers、Lookup_SID 获得 TGT 和服务票据，最后还用到它转储预管的账号，就是 SecretStump。Hashcat多处用到它进行破解。Bloodhound 展示了完整的配置过程和使用方法，在采集阶段既用它自己的 Bloodhound Python， 也用到 NetExec 中的模块。再有 PowerView， 我们既用到了 PowerShell 的版本，也用到了Python 的版本。其实更想强调的是 Python 的版本，它在不能获得 Shell 的环境下，能做交互式的系统枚举，甚至利用Bloody AD， 它是专门操作活动目录中的 ACL 的，还有委派设置的一个进阶工具。我们用它加组加权为 Allround 这个账号配置 Generic All 的权限，用这个工具来实现的。功能不是很多，但是使用起来很便捷，很好用。Evo WinRM。还有 Run as C#，Windows 渗透中经常用到的工具。预渗透中 ADCS 一定会用到 Certify AD 这个工具，对于证书的各种操作，我们在利用影子凭据攻击时使用到了它。它还有很多强大的功能，如果你碰到 ADCS 的机器，那这个工具可以说不可或缺。我们在看活动绘画的时候，还用到了 QWinSTA 这个 Windows 命令行下的工具，能够查询活动绘画。值得强调的大约这么多吧。这台机器难度很高，操作复杂，攻击链条极其漫长，过程中还需要使用并修改编译多种通用攻击脚本和工具，整体学习量堪比一门大课。其中所涉及的技术是红队攻击的典型手段，是必须掌握的关键技能。靶场导学服务包会员可以结合黑丝文档进行深入学习。好的，疯狂难度靶机 Rebound 操作演示就到这里。红队笔记，关注红队技战术与操作。我们用心制作每一期视频，为你提供细节和思路。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请给我们一个赞，我们会珍视每一颗红心。关注我们，不错过每期更新。此外，如果你愿意，请帮我们把视频转发给你身边需要的人。每个月我们会从高播放量视频的评论中抽奖，送书、送资料、送权限。与好友分享我们的视频，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也是我们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来源。OK， 各位，下期见。